手，你常常讲说很多事情，慢慢看，再跨出一条线。你说现在如果要看到俄乌问题，你要看到了普丁，你要看到纪晓波，你要看到了习近平，一定要慢慢看，这条线真的就出来了。对，而不刚讲的，川普不是讲说，我就职典礼里面，我希望邀请习近平来参加吗？对，邀请习近平，第一个当然把你当谁喊的，不然以前都是总统的特使团，都是大使，哪有叫一个国家领导人直接过来的？我叫你过来就是万邦来意，而且这也代表了川普的急。川普现在干嘛？川普现在就是急着上任的第一天，我就要跟习近平见面，我就要跟习近平谈判，我就要慢慢把中国当成敌人，我跟中国的战争在我就职的第一天就要展开。可是你哪有这样的底气？你不要去处理普丁吗？你不要去处理纪晓波吗？结果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搞了半天，他已经处理了，搞了半天叙利亚那12天的政变，对，12天的变天，那不是意外。搞了半天，当川普，我们要知道，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当川普打电话给纳坦雅胡，纳坦雅胡就开始对这个叙利亚的狂轰滥炸。那纳坦雅胡对叙利亚之间所有的防空武器全部打掉之后，在最后阶段里面，乌克兰竟然进到了叙利亚的战场，竟然教导叙利亚的反抗军使用无人机，还有怎么样使用星链，也就代表搞了半天，乌俄战争的第一仗，对，是从叙利亚打仗的。没错，川普一直说我上任第一天就能够解决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争问题。大家想说你那个底气从何来？宝姐，我们看美国人在玩政治，美国人在玩国际，就是不一样的格局。那一来秋楼，那来看得懂他怎么玩，还人家慢慢看，叫跨出一条线。没错，好，我要解决俄乌问题来说话，现在要把谁逼上谈判桌？要把普丁逼上谈判桌。但是普丁不肯，你要怎么让他上桌呢？第一个，你要让他周边的势力慢慢就没有了支持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周边国家开始瓦解之后，他就要站上谈判桌。所以我要减其羽翼。对，好，那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地方？美国锁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叙利亚。为什么？因为叙利亚是这个普丁他在地中海还有中东最重要一个据点。我把它端掉之后，宝姐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欧洲人很不怕这个普丁啦。另外第二个什么？中东很多国家他也不想理普丁，不相信普丁，甚至连这个非洲的国家他可能都完全丢掉。所以呢，普丁很多地方都会丢掉，他会非常非常紧张。也就是刚才讲的，当叙利亚变天之后，亚美尼亚就讲，对，我不要再跟俄罗斯合作了。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这个川普就说，你看现在显然是俄罗斯跟伊朗都 weak 了嘛，都没有力量了嘛，所以周边国家就会蠢蠢欲动，亚美尼亚也要跑，现在连这个中亚国家搞不好都要跑。普丁怎么办？他现在周边都完全都松动的时候怎么办？他上谈判桌的压力当然就越来越大嘛。在这天不是爆发了南北韩的问题吗？南北韩问题之后，现在金小胖不敢动，所以金小胖也没办法支持这个所谓普丁被冻住了。好，再来我觉得最重要一招出来了，我把习近平叫过来。为什么要把他叫过来？因为他前几天不是发了一个 China can help 吗？所以我现在都处理好，你中国过来跟我说，看你的态度，承诺你不要再支持乌克兰战争的时候，或许这个就有可能会结束嘛。所以就是逼他上谈判桌的一系列的秋楼嘛。所以重点是什么？我们讲，为什么这个叙利亚会在突然之间10几天的时间打了10几年的内战，打到都没有，然后叛军好像跟政府军交缠那么久，怎么突然就变天了？原来这就是美国下一盘棋。美国从在11月中11月初川普当选之后，他已经跟这个纳坦雅胡讲了3次电话，纳坦雅胡3次电话后来都狂轰滥炸叙利亚。为什么要狂轰滥炸叙利亚？因为川普已经跟他讲好，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先把叙利亚端掉。叙利亚端掉的时候呢，这个普丁他就没有在中东没有势力了。所以你去轰什么？他3通电话打完之后，他就把他的重要据点，包括说他跟叙利亚跟黎巴嫩的这个接头把它切掉，叙利亚跟伊拉克把它切掉，然后叙利亚很多重要据点我都把它轰炸掉。轰炸掉这做什么？让叛军可以快速的进攻嘛。所以这等于是完全都铺排好。还有里面出现什么诡异的局面？宝杰长，叙利亚叛军这几天呢，他们居然可以用 SpaceX， 也就是说他可以用星链，就为什么？美国他跟伊隆马斯克说你就给他们叛军啊，星链给他了吧？叛军有这些，当然就可以打进去嘛。为什么星链给他？你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叙利亚的新国旗。叙利亚的新国旗里面，居然你看这个一个军人里面，他居然有乌克兰的国旗。为什么乌克兰国旗？因为我跟大家讲搞不好他们进去呢是帮你打，然后同时教你操作怎么用星链。因为这些叙利亚人不会用星链我进来教你怎么用星链。这个战场上面甚至有无人机，你有星链之后，我可以操纵无人机。等于是你看这些蛛丝马迹，你把它串在一起，然后这几天你看。这个川普不是跟这个马克宏还有跟泽伦斯基3个人见面，在见面好像已经完全谈定了感觉嘛。
本来外行人以为说，川普上来以后，我要压迫谁？我要压迫泽伦斯基，对压迫社长，你得放弃你的某些主权，对我让你退让，我要让这个普丁有下台阶。对可是搞了半天，川普跟泽伦斯基对早就谈好了。对，而且你看，川普这个董事长不是说，川普当天穿的衣服就非常有学问啊？你看，表面他就是公开的，我是穿乌克兰国旗的颜色，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搞不好连北约，北约要出多少钱，这些不都出来了吗？所以我跟你讲，这棋都已经开始在铺排中，都已经在慢慢下，现在等谁？就是等到我这些棋都下好之后，就是等普丁你上来，你就承诺说结束俄乌战争吧。好，所以石头，你开始跟我讲这个逻辑，我觉得有可能吗？你跟我讲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川普11月5号当选到10号之间，他居然跟纳坦雅胡通了3次电话。你发现通了3次电话以后，莫名其妙在 F-35的带领之下，后面有 F-15，后面有F-16，然后开始针对叙利亚的所有的防空设施，把你的把你的萨姆300，把你的萨姆400全部打掉，还有。你现在都已经干嘛？叙利亚都已经变天了，就没有想到以色列还没有放弃，对，以色列还是进行狂轰滥炸。以色列现在把叙利亚所有的港口、所有的机场、所有的军机、所有的战舰，全部都炸成废铁。炸成废铁以后，他攻进了格兰高地的制高点。对，攻进格兰高地的制高点代表什么？代表中东我是老大了。对，没错。好，我们要怎么来看这个国际局势呢？第一个，纳坦雅胡，你会觉得纳坦雅胡他有，我们先从最早来讲，抱歉，纳坦雅胡跟川普见面之后，最早他还没当选之前，纳坦雅胡是不是就开始狂轰滥炸？包括说像这个所谓的哈马斯啦，或是这个黎巴嫩开始狂轰滥炸，拜登都跟他吵架，但是都不理他，反正我继续炮。那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最远的棋开始下，因为我把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把这个哈马斯都消灭掉之后呢，伊朗呢，他在这边的势力就退了之后没有真主党，没有真主党，真主党被消灭之后，他们部分的叙利亚原本他们也在支持真主党，也在支持叙利亚，这边就已经被消灭了。所以这个其实叙利亚已经开始出现松动的局面。对，好，等到川普当选之后，纳坦雅胡说，我这几天11月5号到10号之间，我们通了3通电话。他说呢，这个纳坦雅胡说了，我们这些电话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沟通。我们对伊朗还有其他这个威胁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我们也对以色列眼前将有广阔的机会，还有和平扩张的机会发展，都把它讲清楚。和平扩张，对，所以等于是说他跟川普讲好了嘛。好，那他们讲什么？我们该讲他们的这个打电话的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在11月4号，10月4号的时候，你看当时的时候，这个是第一次轰炸大马士革，以色列去轰炸大马士革，把大马士革，你看。他们的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基础建设，还有指挥中心，都把它轰炸掉。那你知道那一天有什么样吗？那一天你看，当时的阿塞德还在。那这是谁？这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的顾问来见这个阿塞德。结果那天我把它轰炸掉，轰炸掉之后，把他的这个重要通讯基地都把它轰炸完了。所以川普跟这个纳坦雅胡是5号到10号，对，3通电话之后，10号最后的第3通电话，我的14号，对。我的以色列就去轰炸大马士革，然后我把大马士革的指挥中心给炸掉了。好，那紧接着在11月20号轰什么？他轰那个巴麦拉在什么地方？我跟他讲，巴麦拉约莫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叙利亚的核心地带。那为什么要轰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用事后来看的话，因为政府军在这个盘踞在这个地方，北边都是这个所谓反叛军，我把它轰掉之后，打开了这个所谓政府军反叛军往南攻的这个机会，大门把它打开。再紧接着11月26号，他要做什么？他轰了很多真主党的这个据点，就轰了真主党的据点之后，你知道怎么样吗？这个伊朗就开始把他代理人从叙利亚调往伊拉克，就是他开始把人调走了。对，调走，因为你一直轰啊，我先躲你嘛。所以伊朗其实很多部队是先离开了叙利亚，所以变成叙利亚没有伊朗的支持了嘛。而且他不但是轰哦，他还把封锁了所有通往叙利亚的道路。对，也就是。现在第一个，我把你的这个指挥中心给轰掉了；第二个是我把你中间，也就是反叛军要打到这个所谓的大马士革的一个通道，我把你给轰掉了；第三个，你现在包括伊朗，包括这个真主党，你要澳援叙利亚的所有的通道，我全部把你给封锁起来。那等到这个所谓的伊朗的人都撤到伊拉克之后，你看10月27号之后，马上他就开始往里面攻击进去了。所以简单就是说，其实这都是有步骤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说以色列如果没有把我的指挥中心打掉，我没有把你这个反抗军跟这个政府军之间的通道，你的这个所谓的指挥所把你打掉，对，我今天这个战争根本不可能这么顺利。也就是说，你要靠以色列包括说通路把它炸掉，然后把它的通讯指挥中心都炸掉，然后把伊朗支持的部队把它赶走之后呢，好，反抗军你可以来，反抗军可以来的时候，你看地面上，
乌克兰的这个星链就你可以用啦，乌克兰人来啦，你当然打的速度就会变快嘛。所以等于是说，这个一定是我觉得以叙利亚那么快倒台，当然以色列还有包括说美国还有反抗军，他们应该有某些程度的合作之后，就促成这一次叙利亚那么快就结束的一个状况。因为讲后来反抗军里面完全是在美国的卫星指导下指导黄龙，所以我当时在想说，为什么以色列突然去打叙利亚？而且以色列是干嘛？是动用 F-35，是动用 F-35如入无人之境，将这个所有的叙利亚的萨姆300、400全部的耳目打掉了以后，打光之后，我的 F-15就进来了，我 F-16就进来了，然后把你所有的重要设施全部炸掉。对，就是因为你炸掉之后，我的反抗军才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对，好，那所以呢，这个蝴蝶效应就出现了。原来这个叙利亚挂掉之后，你看这个目前的俄罗斯呢，他现在就中东都丢掉之后，他压力就越来越大。好，越来越大之后，你看现在就开始，我们不是乱讲。你看我刚才讲到，这叙利亚的新国旗上面就有乌克兰的这个旗帜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还放了，这是这个他们当地的反抗军的哦，这是什么？这是星链的相关的设备啊。所以等于说，你看有星链的设备，还有乌克兰人在这个地方，所以等于是说他们有这个美国的支持，那是毫无疑问的嘛。你会有星链设备，所以川普叫这个伊隆马斯克，你把星链都给我送进去。好，那我就讲为什么现在开始有一点征兆。好，我们不是说吗？这个川普到欧洲去访问完之后，你看这几天的消息，这几天的这个消息是一名欧盟的外交官，还有一名官员告诉这个 Politico 杂志说，这个马克宏在周四和华沙的总理要见面要什么？讨论在乌克兰部署战后维和部队的问题啦。维和部队都来了，所以我就讲嘛，现在不是这样说吗？就是说这个乌克兰愿意和解是怎样？我领土20%割让给你，但是我未来乌克兰的这个国家安全要由北约来保护嘛。对，但北约来说，或许这个所谓的这个普丁不会愿意嘛。但如果我是我是波兰的国家，或是法国几个国家组成的呢，跟北约无关呢？对，因为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这个川普跟这个北约说你要1000亿啊，对不对？那搞不好他们说，那我们自己来负责嘛，欧洲的部队自己来顾乌克兰，这或许就有可能嘛。所以你看，波兰总理说什么？乌克兰和平谈判可能在冬季开始，也就是现在就开始，现在就开始嘛。所以我在跟你说，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蝴蝶效应，开始喷这个蝴蝶的翅膀一拍之后。现在整个蝴蝶效应已经开始展开了，难怪国际局势这么复杂。对，好，那你看现在就面临，你看现在还什么？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乌克兰除了这个所谓反抗军拿到这个所谓星链计划之外，现在呢，这个我们原本都以为的 SpaceX 呢会觉得这个伊隆马斯克说啊，那我不要给乌克兰，就没有，现在反过来。现在是 SpaceX 啊，已经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新的合约，是说加大供给给乌克兰相关的星链，那做什么？继续反攻嘛。不是讲，我现在不是星链给你，对，我的星盾也给你。对，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加大对俄罗斯的攻击，就是现在你要逼俄罗斯上谈判桌，再把它打到，再继续打他，打到让他上谈判桌来一个状况。因为我现在条件都开给你，打到你看，所以现在不是他这几天不是用这个陆军这个战术导弹打了很多地方吗？你看打了他的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基点，然后打了他的油库，打了他非常多的这个地方嘛，摧毁他的装甲部队。就是我继续升高对你的军事压力，给你压迫，同时间用外交手段让你上谈判桌嘛。所以你看这几天呢，普丁就没说什么话。普丁这几天当然他有接见一些他们俄罗斯的人啊，就说俄罗斯的军官就说，哎，在你的领导之下，我们俄罗斯表现非常好。可是普丁其实脸色并没有很好看，对，他公开场合其实并没有很好看。所以你看，告诉你什么？普丁他现在真的感受到这个压力，而且尤其是这几天泽伦斯基不就说吗？他在这个发表这个言论就说，他说这个普丁啊，就只有怕川普一个人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发言，还有方方面面事实的发展，都在证明一件事：川普现在正是想办法把普丁逼上谈判桌。好，体会，你常讲这个世界是一盘棋，而这个世界的这个棋是环环相扣。本来我们之前讲，奇怪了。叙利亚都已经抵抗了10几年了，当时整个阿拉伯之春各个国家都倒了，怎么你还这么坚持？坚持刚刚讲的，你是不是突然在12天之内就风云变色，你就倒台了？阿萨德还跑到了莫斯科去寻求政治庇护，搞了半天。现在如果把你的时间回来看，是川普跟这个所谓的纳坦雅胡通了3次电话，纳坦雅胡针对叙利亚进行3次的总攻击，这种总攻击之后，把你的很多指挥设施干掉了以后，就突然的宣布说，这些解放军进来了，然后这些解放军都拿到伊隆马斯克的星链，而这个星链是谁带的？是乌克兰带去的。乌克兰不但带星链去，还把无人机带去了。那乌克兰你的战场自己都打不完，你干嘛打叙利亚？你说叙利亚的战场跟乌克兰战场是联动
动的。对，这两个战场是联动的，而且我们要仔细来看一件事情哦。照道理讲，以色列跟叙利亚没有太多的深仇大恨，你知道吗？因为这一次事情来讲，比如说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问题，那哈马斯处理掉了。好，珍珠党的话，每天都在骚扰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去搞珍珠党，对 ，OK 啊。问题是你打叙利亚干什么？打叙利亚干什么？而且每天的强攻轰炸叙利亚干什么？阿萨德政府这个政府本来在叙利亚境内也只能掌控一半的叙利亚而已，这个本来他只是背后来讲，他也是听伊朗的啊。那你去搞叙利亚干什么？而且说真的，这一次的这个叛军呢，能够颠覆这个政府军，他背后是谁？是土耳其呢？这土耳其是提供武器给他们的，土耳其也提供无人机给他们的。那土耳其的上面是谁？是乌克兰啊。所以土耳其也提供东西给乌克兰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土耳其的总统他跟川普也很好啊，埃尔段跟川普也很好，也在这个就职之后，就说当选之后也跟川普打了好几通电话。埃尔段跟川普也很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南北夹击嘛。夹击叙利亚嘛，那把叙利亚端掉之后，把俄罗斯的势力拔除之后，然后也把伊朗退出去之后，这时候整个中东地带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由以色列来做掌控嘛。那土耳其在北边来讲的话，又可以驰援北边的俄乌战场嘛。对，这整个来讲的话，那不就是一盘棋？这整个就是川普设计过的。有这么厉害吗？所以人家川普在巴黎不是见泽伦斯基的时候啊，其实他跟泽伦斯基他们有讲，川普有讲一件事情，中东哦小事情。中东根本就不是说重要，中东已经被他搞定了。人家讲说，现在的俄罗斯已经非常的衰弱了，这个非常的衰弱，他根本管不了叙利亚了。是啊，所以叙利亚它断掉之后，然后再来整个，甚至于连北非很多的地方，以前俄罗斯的势力可能都因此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下。俄罗斯何能有什么筹码来跟川普谈？没了，没有了，没东西来跟川普谈嘛了。好，那我们再看到朝鲜半岛，搞一个戒严，搞戒严的时候，金正恩动也不动，不敢动，什么都不敢动。之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南韩开始就是说要搞这个北朝鲜的，就是说北韩这个事情，是因为北韩你派了1万多名部队跑去这个俄乌战场上面啊，那不是整个朝鲜半岛又跟俄乌战场是牵在一起的吗？那你现在尹锡悦搞了一个戒严之后，让金正恩动也不能动，我部队要留在这里，还是要派到俄罗斯去？我被骗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印台沙皇还讲，我怎么早上起床看到你宣布戒严？那是拜登政府，川普基本上他们都跟川普汇报的，真假的？是川普在当总统，不是拜登在当总统了。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当朝鲜半岛大家不敢动的情况之下，那俄乌战场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俄罗斯现在孤立无援。那伊朗在中东敢不敢动？他也不敢动了，所以现在没有人在帮俄罗斯，然后告诉习近平说：“你来给我，你中国可以帮忙。”我的就职典礼叫习近平过来参加。这句话其实是在刁习近平，也是高级黑的概念啊，什么意思？这是刁习近平。习近平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你去的话，你不是说当小弟了吗？那你不去的话，你这个搞给你下一次这个记得我下一次再找你麻烦。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那一次习近平就是撕毁了刘鹤跟这个川普之间的这个贸易协议。对，奥萨卡在2019年办G20 20国集团会议的时候，川普在他的推特上面，在X 上面写了个什么东西？你习近平最好是给我到大阪，我们当面谈。所以全世界都在焦点在关注的说，川普跟习近平那时候怎么谈？结果那时候习近平乖乖的跑到大阪去，然后说没有啦，不是啊，我不是要撕毁你们协议啊。果不其然，半年后，在这个2020年的1月的时候，就达成中美贸易协议了。那什么意思呢？川普就可以给他硬的，你要么就是你要么，所以现在拜登你说川普都耍狠的，对，拜登在求中国说，习近平说，你不要支援俄罗斯。现在川普告诉你说，你给我支持俄罗斯看看。所以现在变成说，俄罗斯只要断掉所有大家支持的情况之下，然后动也不能动的情况之下，他只好乖乖上谈判桌来跟泽伦斯基达成协议。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些泽伦斯基现在高兴的要死？你记不记得泽伦斯基当初川普跟他要黑资料的时候，拜登的黑资料他不给哦。结果后来他跟拜登非常好，川普说你给我记着，以后就不理你。结果现在为什么两个人在巴黎的时候见面的时候会那么好？然后呢？而且川普还穿着蓝色的西装外套，打了一个金黄色的领带。而且泽伦斯基就好像小弟一样，在跟在川普旁边，然后说你前面了，就是要让他去见媒体啊，让他去。他还讲了一句话。
普丁只怕一个人，对，普丁只怕川普，普丁只怕川普，这是泽伦斯基讲出来的哦。那什么意思呢？就把他恭维川普了呀，只有川普才能够结束掉这场战争。所以川普其实讲的没有错，大家一直在想说，到底他在就职以前怎么结束掉俄乌战争？哦，原来现在他所布下的这一盘棋，基本上都已经动起来了，而且逼得普丁不得不接受。好，所以吴董，这个大家都没想到，以前中东是一盘乱局，这个中东整个纠结不清。可是现在越来越厘清了。刚刚讲，现在伊朗，你已经自顾不暇了。你现在俄罗斯的整个势力你也进不来了。那现在以色列已经打到戈兰高地的最高点了。如果打到最高点，你讲我如果打不开这个图哦，我打到最高点，我可以控制叙利亚，我可以控制黎巴嫩，我可以控制约旦，更别讲我的以色列。我等于是整个中东纷乱的核心都在我的掌握之下。那如果这个地方是以色列说了算，那不就是美国说了算吗？我们要把那个中东的这个情势要往后再推演一下了哈。你看这2天，就以色列总共在这整个这个大马士革政权放弃之后，他大概发动了将近有400个梯次的这个轰炸的这个对480次行动嘛哈。那400多次的轰炸对地面的轰炸行动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它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它要彻底摧毁了过去的叙利亚的库存的装备跟军火，还有飞弹，还有防空系统。因为它完全把它全部炸光光。对，它炸光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不要让你这剩下几个派系进去的取得占领军，所谓的反政府军，能够有获得这个所谓的叙利亚的这个残余的军火的可能性。所以我不是担心说叙利亚的政府军回来重新拿到这些装备，是你这些反抗军，你没有武器可以掠夺了。对，你也没有东西可以拿嘛，对不对？因为这几个反抗军，所谓的这个反政府军啊，这个里面他们都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东西？他们都是回教的这种圣战士。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以色列是不可能去管理或是去侵入叙利亚这个本土的。所以呢，这个乱局里面的最大的有可能的影响力最大的人是谁呢？是土耳其。因为变成他们回教本身，这些穆斯林本身会谈判的，对，他们的几支部队也会谈出一个如何来治理未来的这个叙利亚的情况，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谈完就知道，那以色列自己知道，以色列站到一个战术的制高点，就是戈兰高地。他戈兰高地上一次取得是什么时候？是1974年的时候的赎罪日战争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所以这一次纳坦雅胡有公开宣布，如果你们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政府组成了以后，要再取回的话，我仍然愿意遵守当时1974年的这个协议的承诺，把这一次我现在是代管，以后再让给你们，让你的，对他现在占了30%最高点的地方。那这个最高点的这个30%的高点是有什么好处呢？就同时可以有制高点，同时可以攻击有3个不同的国家。对，我可以攻击叙利亚，我可以攻击黎巴嫩，我也可以攻击约旦，而且这个最高点离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只有40公里，所以它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它目前的。所以你知道以色列的策略就是说，好，就让你们去乱，你们去，最后子弹飞会出现一个情况，但是我没有能力去经营。所以我就占据一个战术最高点，然后我用轰炸的把所有你可能的资源全部摧毁殆尽，对不对？这样安全了，对不对？那你认为这样子结束了吗？没有吗？当然没有嘛。所以我要讲这个事情在哪里呢？你要推断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对，9月29号的时候，纳坦雅胡本身对外开了一个记者会，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他这一次要发动整个总攻的目标是什么东西？他要再创造一个新的中东权力平衡。那达到了吗？达到了，还没有啊，还没有。中东还有一个国家没有打啊，谁？伊朗啊，伊朗是中东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对，就对所有的，因为伊朗他还会打伊朗吗？他们就是什叶派跟逊尼派的对抗的根源是在宗教的派别嘛。对，所以这2个最大的冲突点是，所以伊朗是什么国家？伊朗是一个潜在的永和国家，
这个永和的力量，当时拜登就是要跟他签订所谓，或是那时候民主党的政府就要跟他签订那个奥巴马要跟他签约嘛，签所谓的和平的这些放弃的这个核子的这种监察监管的合约嘛。那这个老川是什么态度？直接打了，老川不鸟你，他不承认有这个合约嘛，对不对？川普是对伊朗态度是不好的嘛。那纳坦雅胡是什么态度？纳坦雅胡把叙利亚搞完之后，我认为啦，他下面就会去动伊朗了嘛。伊朗有2个目标嘛，一个就是核子，因为它的核子反应、核子武器的可能潜在威胁嘛。第二个就是斩首行动嘛。他如果没有把伊朗解决掉的话，怎么会有新的中东权力平衡呢？还没完没，不会有平衡嘛。那如果他能够动，他这次把叙利亚这个怎么搞我们不知道嘛，到底谁搞也不知道，但最后一定是跟美国这些有关系嘛。所以我大胆的判断，他把这个轰炸全部处理完毕以后，土耳其这些人去管理，把这个整个占领军把维持秩序完毕之后，我觉得他就有机会。你看那个地图就知道，就有机会从这些地方，包括空中直接经过叙利亚去攻击伊朗。他甚至可以利用叙利亚的这些空军基地去作为他的这种攻击发起线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注意了，那这个就你刚刚那个你整个推论就清楚了哦。如果伊朗在受到威胁的话，我问你，那这个习近平跟普京头痛不痛？头痛，非要谈不可嘛。那在以色列立场要不要打？要打，一定要打嘛。他不打的话，他没有办法安心呢。他只有把伊朗彻底不是如果不打，纳坦雅胡的位置不能长保平安。纳坦雅胡坐立难安嘛，他晚上夜不能寝嘛，所以他一定会对伊朗要有一个彻底的治疗方法出来。那现在这个方法没有治疗，只干掉叙利亚，所以我认为后面还有一个战斗目标，就是伊朗。那伊朗的战术的动作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但如果对德黑兰政权构成威胁的情况之下，我告诉你，那个是真正的伤到普丁跟习近平的要害，因为这个伊朗太重要了，伊朗就是他们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最大的盟友啊。对，伊朗受伤的话，那整个轴心啊就缺了一大块，包括现在伊朗提供了非常大量的武器装备给乌克兰，给俄乌战场，让普丁作为后援嘛。对。他就直接，所以这个后面有一个将军抽车的动作，我认为啦，在最近就会展开。宇轩，我们讲川普当选说，我就职典礼居然邀了这个习近平来，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动作。因为以前美国总统就职典礼里面，我就邀请大使，要不然就是总统特使团，没有说叫你的领导人直接过来的。他居然叫习近平过来，代表说我就职第一天我就要跟习近平谈，我不知道谈什么，但是很清楚的，他就是川普最重要的目标。而中美之间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就是科技的竞争。而这个科技的竞争，你现在可以从一个地方可以看出两边的差距。从哪里呢？大家现在都要发展机器人，而机器人的手指头最重要。导播，我们看这个，这是伊隆马斯克的手，这是 Meta 机械的手，这个谁的手？这是中国的手。这也差太多了吧？本来我们不用讲的，我们光比数量就好了。你看中国这是什么？高几基年，但中国讲说，哎呀，我的手它 very sensitive 哦。什么叫很 sensitive？ 就是很敏感哦，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我们讲的可以复杂的触感。它不是哦，对啊，说中国我有发展出手指头，那你想什么手头？就一根手头，人家已经发展5根了，他发展1根手头，一阳指就一指定乾坤，好不好？但没有Elon Musk跟你讲说，不是这样子玩的嘛，你手就这样，我们讲设计整个复杂的环节，因为各位，你像你的手可以弹钢琴，可以煮菜，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它的灵活度很重要，所以你看哦，他直接讲我有22个自由度，代表他整个关节里面光是一个手哦，他是做我们讲的5根手指的手，你看非常灵活，有没有？这直接在那边动给你看哦，你不讲还以为哇还可以弹钢琴，还可以比手势，比 rock and roll， 比 I love you。各式各样的，但我们讲 Meta 的这个就更进一阶哦。为什么呢 ？Meta 更厉害，因为 Meta 这个讲究实用。各位你知道，其实一般的人的手在正常在使用的时候，你想想看，我拿水啊，我看书啊，我这甚至是写东西啊，它会很复杂吗？不会。但它最重要在哪里？力道以及空间上的判别。所以 Meta 上面所使用的这种先进的手臂，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 skin， 它的皮肤。宝儿哥，你这样看不出来啊？它这个皮肤其实都是有弹性的，而且每一个皮肤，你知道吗？它可以感测到的触感有多精密呢？它可以感测到0.1毫牛顿，就是所谓的1毫牛顿啊。
1毫牛顿的力道。换言之，你轻轻摸它一下，它的AI 就会输入之后，对我碰到东西了，我感受到这个拿物体的压力反弹。对，而且你知道吗？它还要判断空间，因为你想想看哦，当这个手在做运动的时候，它有两种我们讲 sensor 的光方式。第一个是什么呢？用视觉，它的视觉呢大概是7毫米左右。换言之，7毫米之间的落差呢，它都不会搞错。这个保特瓶什么颜色的？透明的嘛，它透明的，它 AI 有办法判断。你看哦，交上去。他轻轻的就这样握，他也没有把它捏哦，因为那个保特瓶你给我拿，我有没有各位？你有买过那种环保材质的保特瓶？你如果把瓶盖转开，像我自己，我每次一转开，这个水都泼得乱七八糟，因为太软了吧。就他不会，他就是这样轻轻的就握在手上。而且宝哥，你知道最厉害是什么吗？因为你想想看哦，我们都用人类的尝试去思考这个手可以做点什么，但你想想看，它毕竟是 AI， 毕竟是机械人，所以未来呢，它如果可以加上所谓的嗅觉去判断，或者说它已经在研发这种嗅觉去判断，等于就是说在这个物件它触碰到之前，它就可以先感测，可以更精准的判断说我自己拿的是什么东西，我要做什么事情。你想想看，未来这个机械手臂，如果说真的搭载在所谓的机械人身上，搞不好这可以实现我们在科幻片看到的梦想。好，是哦，刚刚讲的，现在习近平已经确定了，他是这个川普的首号目标，首号对手，当然压力非常大。可是现在压力大在哪里？在内部。现在居然连解放军报都说我们要搞集体领导，你要搞集体领导，你不是在夺习近平的权吗？好，宝姐，我们目前为止来说，看到这个中国有一些不寻常的这个状况，我们都说，宝姐，那中国有所谓钱袋子啦，还有这个枪杆子那些笔杆子，你觉得哪一个最重要？当然枪杆子。好，枪杆子最重要。所以如果军人有人有不一样意见的时候，往往就是中国可能要变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兆。这就是一个照片嘛，你看这个是什么？这是中国的这个中部战区的时候，他们在开会，在开会的时候，宝姐，那丢出这个照片，他们开什么会，什么时候开的会都没有讲，但就丢出这个照片。那这个照片里面来说话，那突出在这个地方，他丢这个照片不言而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但是军中都这样的，军中过去是这样，习思想，对，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不像现在变成这样，集体领导，民主集中是这样什么意思啊？你看他们就都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好，那除了军方表态用这个照片之外，另外就是什么？有社论出来了嘛？这是什么？还有包括说很多文章都出来。你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城瞭望，那带头坚持这个集体领导。所以它不是只有解放军报的81评论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对，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他的所谓的军媒观点长城瞭望，对，都是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对，好，那还有什么？中国军网也是这样，自觉做坚持民主领导的表率，然后带头表扬这个党内的民主。大家都在这样讲啊。那讲怎么解放军的这个报纸或者国防部的这个网站或者中国军网都丢出这样的文章？好，那我们仔细来看了，这里面非常有意思。你看。这里面来说，这个带头发扬党内民主的里面讲，不管是谁都要坚持集体领导，重大之间的决策一定要集体讨论，然后个人要服从组织，少数要服从多数，个人绝不能凌驾领导机器之上。那还毛泽东指出，这个书记和这个委员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中平等的一员。那连习近平你之前也说过这样的话啊，你要分工负责啊，对，同这个一切重要问题都由党委研究决定，这你自己讲过的话啊。所以等于是他这次，而且这文章里面他用了3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毛泽东，还有习近平。习近平，你以前也讲过这样的话啊，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贯彻你们这几个人的讲法而已啊。所以今天不是中部战区背后的那个等于说那个标语，对，今天刚刚讲的也不是所谓的解放军报，今天连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语言，对，中国的军网，对，还有他们的思想战线，对，全部都是一个听不到真话的地方，班子没有战斗力，单位也不会有好风气。这讲这个，然后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同志把话讲完。那陈云同志又来一个陈云陈云是以前中国8大佬之一，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然后书记、副书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示范表率的作用，要强化自主、接受监督的意识，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还有行为失范。你讲这些都很不寻常尤其是他特别还讲了什么？宝强他还讲了这是什么？中国8大，就是第八次这个党中央的大会里面的决议。好，那8大，我现在跟他讲8大什么意思？如果你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就觉得这很有意思。8大是1956年开的，1956年那时候是什么呢？毛泽东已经担任这个党主席，担任非常久的时间点，他就说，这一年我觉得我想要退到2线，他要退到2线。所以才会有什么集体领导。他是说呢，毛泽东的说法是这样：
我慢慢未来要退居二线，然后由谁呢？要由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还有邓小平同志等等的，你们要集体未来要做领导，所以等于是一尊退，然后集体领导上。所以如果你要讲，他用这个意味，这个完全就是剑指习近平的味道是非常浓厚。所以如果你看了这些文章，然后把中国8大发生的事情一起来对照的话，你会觉得习近平真的有一点点危机的可能性。